刀郎，原名罗林，是一个典型的四川内江小镇青年，生于1971年。他的家庭并不富裕，而且父母又每日辛苦奔波谋生，生活所需的钱仅刚好够用。刀郎一直在哥哥的看管下长大，然而他的哥哥并非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哥哥比刀郎大5岁，对照顾年幼的弟弟并没有什么耐心，因此当小刀郎想要找父母或者希望哥哥陪他玩的时候，他的哥哥总是对他暴躁发火。刀郎因此对哥哥感到害怕，经常独自一人在角落里玩耍。有一次，刀郎瞒着大家，悄悄溜进了他们家门口的文工团，在那里，他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艺术教育，也从中激发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他的兴趣越来越浓，最终他在学校加入了音乐社团，并且在得到一台钢琴之后，全心投入到钢琴学习中。可能是他天生就有音乐的天分，他学习钢琴的速度十分快，不久就已经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一曲了。那个时候，刀郎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然而，一次意外的争吵打破了刀郎平静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一天，刀郎无意间发现了哥哥的女朋友和其他人有着不清的关系。年轻的刀郎满怀义愤，把这个事实告诉了哥哥。然而，可能是他说话的方式有问题，哥哥误以为他在挑拨离间，一气之下对刀郎动了手，然后愤然离开。当时，刀郎以为哥哥只是赌气，过一会就会回来，所以他在家里等着哥哥。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接来的却是一个噩耗。哥哥在离家不久后被一辆大车撞了，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对刀郎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哥哥。如果不是他和哥哥争吵，哥哥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故。在这个巨大打击下，刀郎每日郁郁寡欢，无法走出哥哥的丧失之痛。终于，他留下了一张纸条，决定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然后离开了熟悉的家乡。那个时候，刀郎只有17岁，没有高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他在外地闯荡的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活，他做过各种零工，发过传单，也在歌厅做过服务员。尽管生活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梦想。在歌厅工作的时候，他时常看着那些表演的人，学习他们的技艺。他热爱音乐的情感让他和廖健，一个有着相同爱好的男子成为了朋友。他们2个人聊得很投机，甚至还拉上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一起在90年代的成都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乐队，取名手术刀乐队。刀郎担任了乐队的键盘手，他的技术在一次次的演出中得到了大幅提升。在音乐的世界里，刀郎遇到了杨娜，杨娜成为了他们乐队的忠实粉丝，而刀郎也在音乐中找到了爱情。炫耀舞台灯光的柔和映照下，刀郎和杨娜的命运在这一刻相互交织。杨娜原本是一名舞蹈演员，生活的纷扰和爱情的遭遇让她逐渐退出了舞台，褪色的是她的光环，没有变的是她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此时的她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婚姻，内心疲倦又失望，犹如乘坐了一段颠簸的旅程后，坐在观众席上，目光期待着舞台上的新奇。刀郎身影挺拔，虽然在江湖之间，却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他的声音沧桑而浑厚，犹如岁月的河流，激起了杨娜心中深藏的激情与追求。这个有着江湖豪气的男子，同样被他那深沉而专注的目光吸引。对于台下这位美丽女子，他感到心动，看到的不仅是她的外在，更是她的气质和内在。在刀郎的诚挚与热情的追求中，杨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到了刀郎20岁生日的那天，他们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杨娜的询问带着一丝紧张与犹豫：“我结过一次婚，你介意吗？”杨娜的问话似乎在测试刀郎的承受能力和决心。刀郎则坚定地向他保证，他不介意他的过去，只在乎他的现在和未来。即便刀郎的父亲反对，周围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定，但2人坚定地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这个新的开始，他们以为会是幸福的序幕，
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婚后的刀郎继续追求着他的音乐梦想，却在现实的压力下，渐渐发现了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杨娜虽然没有对刀郎微薄的收入指责，但是时间的积累和他过于豪爽的消费习惯，使得家庭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在家庭的生活争吵和刀郎音乐事业的困难中，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危机。刀郎与合作伙伴的分歧使他们的乐队走向解散，刀郎独自一人坚持着音乐的梦想，然而现实的压力却如山重。一天，刀郎归家时，家中空空如也，只有一张留言纸上写着：“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原来杨娜离家出走了，留下他和出生仅40天的女儿。他焦急地拨打他的电话，但一切皆无回应。直到第8天，他收到了他已签字的离婚协议书。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感到绝望。尽管他为了挽回妻子，创作了一首《孩子他妈》，但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海南的夜晚总是有着潮湿的咸味，星光洒在宁静的街道上，月亮也懒洋洋地挂在天上。刀郎靠在酒吧的吧台前，低头看着手里的啤酒杯，一点一点地把杯里的液体咽下肚。他面无表情，几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他每晚都会有的状态，醉生梦死，仿佛陷入了无尽的忧郁之中。他的妻子杨娜已经离开了好久，然而每当夜晚降临，他都会痛苦地在酒精的熏陶下寻找他的影子。但是总在这种时刻，他会看着女儿的照片，目光透过时间的烟雾，瞥见了她清新的面庞，然后深深的叹息。他知道，他还有责任去承担，他不能再沉溺于悲伤之中。他决定把女儿寄托于父母的关怀之下，然后一个人重新走上追求音乐的路。刀郎来到了繁华的海南，在酒吧里重拾了音乐的梦想。他作为驻唱歌手，声音洪亮有力，总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热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酒吧里遇见了朱梅，一位个性开朗、声音独特的女歌手。她的存在给刀郎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色彩。刀郎曾经疲于应对感情的困扰，但在朱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他的内心似乎融化了一些。他开始敞开自己的心扉，接纳这份新的感情。朱梅也被这个外表粗犷、内心柔和的男人所吸引，他们共同在音乐的旋律中相爱了。结婚后，他们选择了回到朱梅的家乡，刀郎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在他的事业面临低谷时，朱梅始终坚定地支持他，用温暖的言语给他鼓励。终于，刀郎在2003年凭借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举成名，他的名字开始在人们的口中频频提起，他的歌声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然而，他的成功并没有带来完全的快乐。他的前妻杨娜忽然回来，企图利用女儿的名义来接近他。他用各种理由和借口尝试和刀郎修复关系，但是他的出现只是在刀郎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痛苦的浪潮。他不能忘记杨娜的离开，他不能忘记那个被抛弃的自己。杨娜并没有承担任何作为母亲的责任，对女儿罗天的感情几乎为零。罗天的心中只有朱梅这个关爱自己如同亲生母亲的妇女，因此杨娜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刀郎知道，真正陪伴他度过那些无名之年的人是朱梅。他选择回归家庭，珍惜与朱梅的感情，和女儿罗天一起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平静而美满，每一天都是幸福的旋律。你们觉得刀郎应该要原谅杨娜吗？云朵2014年11月7日带着家人大闹刀郎伯父的灵堂，还打伤了刀郎的腰。此消息一出，刀迷懵了，朵迷也懵了。刀迷懵是因为云朵2014年7月就和艾亚拉索解除了合约，不再是其旗下艺人，没有必要在11月份大闹刀郎伯父的灵堂。朵迷懵是因为他们没想到会有人把10年前的旧事翻出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等待云朵的就不是被网暴，而是违法。这件事发生后，网友们开始站队，有人力挺云朵，
有人力挺刀郎。力挺刀郎是因为他们觉得忘恩负义的云朵是有可能做出如此卑劣的事情。刀郎本可以在10年前把这件事公布于众，直接毁掉云朵，但他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给云朵一条生路，选择了隐忍。力挺云朵是因为这件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比如证人，比如证词，一段网络录音，几百个文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云朵7月份和公司解约，他根本没必要在11月份大闹刀郎伯父灵堂。要知道，在中国，死者为大，即便是天大的恩怨，也不能在亡人灵堂前搞事情。云朵此举无异于把自己推进无限深渊。但随着阿亚拉索10月17日的一纸声明流出，这件事有了新的解读。一般来说，歌手和经纪公司解约后就失去了过往作品的演唱权，除非买版权。按照云朵的说法，是阿亚拉索主动提出让他单飞的，且为了他的发展，愿意做他们能做到的任何事情。如果云朵说的是事实，阿亚拉索就应该让他免费唱《我的楼兰》《西海情歌》。云朵，爱是你我一辈子，不会在时间上做出限制。现实却是，刀郎只给了他10年演唱权，12月31日就要收回该权利。云朵是如何拿到《我的楼兰》等4首歌曲演唱权的？2014年，也就是云朵拜师刀郎的第10年，期间他一共出了2张专辑，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歌曲是《我的楼兰》。如果云朵失去这首歌的演唱权，他的事业将直接跌入谷底，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因此，对于云朵来说，解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歌曲的演唱权。为了生存，他必须从刀郎手里拿到这一许可权。11月18日，一位名叫任小雨的视频博主更新了动态，首次曝光云朵大闹刀郎伯父灵堂的真相。任小雨表示，刀郎家乡人100%不知道是2014年7月1日已解约，所以11月7日以为盘子家闹是为了解约，实际是为了要4首成名歌曲的版权。违约解约后听人挑唆，觉得吃了大亏，这也是后面5次官司和刀郎争版权的根源。家人觉得他是原唱，他就应有版权。任小雨的这段话完美消除了外界对云朵7月份解约、11月份大闹刀郎伯父灵堂的误解。刀郎的朋友、同乡并不知道云朵解约一事，他们会把云朵家人大闹灵堂归结为要求解约。当然了，目前这一切还停留在知情人爆料的阶段，事情真伪需要双方去验证，尤其是云朵一方。漠视恩师是忘恩负义，为了拿到歌曲版权，带打手大闹恩师家人的灵堂，甚至弄伤恩师，这就是典型的欺师灭祖，甚至有涉黑的成分。因此，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云朵需要尽快给出解释，是假的，那就收集证据起诉造谣者，是真的就直接道歉，躲是没用的。你们觉得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